The rain is absolutely pelting down, and I would not at all be surprised. Oh my goodness, there's cars going off everywhere. No, we need to stop the race. Oh my God. We need to stop the race here. Oh dear, oh dear. 今次我哋講下炒車，大家準備好撞車未啊？大家好啊，又係我六九啊。今次我哋講下炒車。炒車其實好普通嘅事情，好似人學行咁，跌倒係必經嘅人生階段，所以只不過係你要點樣面對，點樣跌，跌得有幾痛，風險同後果有幾嚴重，點樣做風險管理，點樣炒，令到自己受到最少嘅傷害。撞車嗰一刻，你要做出啲咩反應？撞完有咩要做？之後同時要注意啲乜嘢？點樣減低受傷嘅風險？如果真係不幸受傷，我哋又可以點樣做呢？之後又要點樣處理？喺今集我哋會一一解答以上嘅問題。喺開始之前，麻煩大家幫手按個 like， 訂閱我呢個 channel， 有新片就會即刻通知你。之後撳埋個鐘仔就最好啦。如果今集 like 數同訂閱太少，咁六九就會冇心機，唔想再做片，我會返房去繼續打機。放假就去車場操車，所以記得 CLS、comment、like and share 俾你身邊喜歡小型賽車嘅朋友。多謝各位。首先，大家要知道，小型賽車唔似好似大車咁同 F1 咁高保護性，所以撞嘅時候係好容易受傷。賽車係一種好危險嘅極限運動，係有一定嘅風險嘅，所以正常你買嘅保險係唔會有得賠嘅。同時，你喺租車或者參加雞賽之前，都要填寫一份我哋叫生死狀嘅文件。主要係俾當事人明白賽車場上所有有機會發生嘅風險等等。所以如果要參加比賽，就要選擇一啲有經驗嘅舉辦單位，確保自己基本人身安全。裝備嘅保護性係非常之重要嘅，頭盔、leg protector、whip protector、賽車衫、手套同鞋都有好重要嘅保護作用。詳細資料大家可以睇返上一集。我係用咩裝備出去比賽，唔好亂咁買，買咗唔夠保護就好危險㗎喇。首先喺比賽期間，好常見嘅情況，你喺賽道上唔小心，只係 spin 咗。當你 spin 完之後，第一時間喺安全嘅情況下，舉高單手或者雙手揮動，等後面衝上嚟嘅車知道前面發生咗意外，咁可以避免咗第二次嘅意外。之後冇車再嚟啦，確定咗安全，先可以返賽道上面繼續比賽。
大家準備好撞車未啊？我諗冇咩人諗住去比賽或者去玩，一心去撞車，除非係玩呢啲啦。返到車場上面，當你知道避無可避，遇見準備撞車嘅一刻，你可以點做呢？會有咩反應呢？喺嗰0.1秒裏面，世界係咪突然間變得好慢？思考空間突然間大咗好多呢？其實當喺準備撞嘅一刻，你只係需要做3樣嘢。第一，保持冷靜，雙手捉緊軚盤。第二，踩實個腳掣。第三，身體背脊緊貼椅背，之後撞落去咯。如果情況許可之下，盡量用正前面泵把撞落去，因為前面同後面泵把都經過嚴格測試，就唔好用45度角咁撞落去，咁樣係最錯嘅選擇，因為全車最弱嘅地方就喺嗰度。咁撞落去係唔會幫到你減低個衝撞力嘅。點解要記住頭先嗰3個步驟？通常大家喺 YouTube 上面見到大多數比賽嘅車手喺炒嘅時候都唔知炒咗去邊度，好似爆旋陀螺咁，彈到唔知去咗邊。咁樣其實係好危險嘅，可能會引發第2次同埋連續第3次嘅更嚴重嘅意外。所以要記住以上3個動作，緊要嘢要講3次。第一，保持冷靜，雙手捉緊軚盤。第二，踩實個腳仔。第三，身體背脊緊貼椅背。好啦，撞完車第一時間要做啲乜嘢啊？唔係要你回味頭先剛才嘅意外，係睇下自己有冇受傷先，跟住望望四周，有冇玩緊層層疊？唔係叫你真係去玩層層疊啊，係睇下你有冇擲住其他人。如果有，第一時間就落車，同時要幫手同工作人員一齊搬開部車，救咗俾你擲住咗嗰個人先，唔好自己走咗去啊！我真係見過有人自己架車擲住咗人哋，跟住落車就自己走咗去。記住，你有屋企人，人哋都有，所以大家要互相幫助，安全第一。假設你知道自己受咗傷，如果自己能夠起身，喺安全情況之下，起身走到安全嘅地方先。如果真係起唔到身，就舉高手，左右揮動，等喺附近嘅工作人員知道，同時間控制台上面嘅人都會睇到嘅。你需要立即急救支援，大會會按照當時嘅情況，係咪需要出示紅旗，終止場比賽。記得前2年，2022年喺株洲國際小型賽車場舉辦咗一場24小時耐力賽，有車手因為意外導致死亡。事件發生咗喺比賽中段晚間時間，因為有輕微嘅意外引發安全車，之後喺重新由安全車帶領之下重新起步。就喺長直路起步嘅時候，喺車群當中，有車手因爭取有利嘅位置，互相有輕微嘅觸碰，導致其中一個車手失控，撞向起步台附近嘅鐵柱。雖然已經有一層車胎嘅保護，但係車手頭部直接撞上去咗條柱上面，
該名車手即時失去知覺，瞓咗喺跑道上面。當時賽會仲未意識到個嚴重性，仲繼續比賽緊，直至到過咗差唔多3個圈先至出示紅旗，之後先至係最嚴重嘅致命失誤。聽講救傷者係停咗喺停車場，唔係停咗喺賽車場上面，足足遲咗30分鐘先至到現場。同時，救傷車上面居然係冇心肺復甦機同埋其他急救物品，只係得個擔架床，用人手做心肺復甦法。之後，救傷車更加走錯路，送錯咗去眼科醫院，跟住先送返去株洲中南大學醫院。車手10點45分發生意外，到晚上12點30分先至到醫院做 CT。其他細節我唔多講啦。經過1日之後，車手嘅車隊負責人證實咗車手離世嘅消息。之後經過一段時間，我都冇再收到任何新嘅消息啦。喺網上面亦都找唔到資料。主辦單位力醒，同死者家屬有冇達成乜嘢金額嘅協議？如果有人知道消息嘅，可以留言俾我。至於喺南方廣東省，我哋經常去嘅賽車場，例如沙井啦、三水、金蘋果同埋澳門路環賽車場等等，基本上佢哋已經好有經驗。當發生咗嚴重意外嘅時候，佢哋好清楚下一步應該係點樣做，點樣處理傷者，同埋安排之後嘅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嘅。同時，經過株洲事件之後，內地嘅 ASN 中汽摩聯整頓所有全國各地幾百個家丁車場同埋賽道工作人員。我知道所有嘅工作人員都要正式上堂，需要進行考試，合格之後先至可以喺車場上面工作。咁樣至少唔會再有同類型事件再發生。當大家最唔想見到嘅情況出現，咁唔好再有嚴重意外，首先要保持冷靜，等待急救人員嚟檢查。檢查清楚，進行現場急救之後，會安排傷者送到附近嘅醫院進行詳細嘅檢查同醫治。之後，當傷者情況穩定啦，如果你係香港人，喺內地可以打入境處嘅熱線1868提出要求，亦可以抵達到口岸嘅時候，同口岸嘅人員或者緊急情況之下打999熱線要求協助，安排特別通道。喺香港區域內係會有救傷車喺關口度接你，再送到你去香港最近嘅醫院進行急症醫治。所以大家清楚知道要點樣做，就唔使喺發生咗事之後都唔知點樣處理。喺香港主流嘅雞車比賽單位基本上都好有經驗，知道點樣處理突發事件，所以都唔使太過擔心。當然，希望大家唔需要用到呢種服務。喺賽道上，喺咩情況之下都係安全第一，比賽第二。最後，如果大家想知道其他有關小型賽車嘅知識，歡迎都寫低下面嘅資訊欄，等我知道大家想知道啲乜嘢小型賽車邊方面嘅題目，咁我會再拍多啲片俾大家睇。記得訂閱同 CLS、Comment、Like and Share。
就算做咗所有嘢，都唔等於會唔會受傷嘅，因為意外就係你估唔到嘅同控制唔到嘅，只有聽天由命，做好自己先。安全意識好緊要，喺任何比賽項目上面，咁先至可以長玩長有。喺大家都喜歡玩嘅小型賽車上面，正所謂生命影響生命，希望我嘅片可以影響到你。好啦，下次再見。